天将拂晓，旭日未升。李长寿的一具指道人赶去了南赡部洲与东胜神州交界处，找到了那个隐秘的洞府，放出自身模拟出的妖族气息。不多时，洞府禁制大开，衣衫凌乱的黑豹慌忙冲了出来。李长寿淡淡一笑：“道友近来可好啊？”“好，好。路亚道兄，您没事吧？”“啊，没什么大事，就是前些时日修行时走火入魔了几次，不过贫道及时扭转了过来，所幸无恙。”黑豹顿时松了一口气，有些欲言又止。李长寿已经拿出了几样酒菜，笑道：“酒都已经备好了，不请贫道进去喝一杯？”黑豹自是连忙答应，请李长寿入了洞中。不多时，推杯换盏，醉态酣酣。李长寿叹了一口气，开始言说如今妖族之不幸和艰难。一旁那水妖淼淼顿时察觉到了什么，却很小心地看了眼李长寿，没有开口多说半个字。就听黑豹感慨横生，叹道：“哎呀，我妖族定能再次大幸。”李长寿淡定地点点头，继续给这个家伙灌酒。不多时，黑豹趴在桌子上呼呼大睡。李长寿看了眼那水妖淼淼，并未多说什么，拿出了一只宝囊，其内装满了丹药和灵石。“安心修行。”“是。”水妖立刻低头答应，目送李长寿出了洞府，施展土遁消失不见。黑豹的威力缩小版天道毒奶算是又上了一道保险了。李长寿轻笑了一声，继续思索是否有遗漏之处，是否有思虑不周之处，是否有一生变数之处。此时此刻，群妖汇聚妖生山，地下大妖蠢蠢欲动，那祭坛处的防备不断减弱，30万天兵整军待发。中神州处，不少仙门听到了天庭对妖族开战的消息，有侠义之士想要赶来妖生山，但也都在外围不敢贸然靠近。越来越多的业障大妖在妖生山现身，陆压、圣人、天庭崛起一战。敖乙此时已经去找牛头马面会合，科勒尔再次下线，成为了洪荒中的一个小小传说。敖乙还主动问询是否要动龙族兵马，李长寿并未答应，让龙族休养生息。今日之战与己方兵马多寡无关。算了算时辰，到时辰，李长寿将手中的玉符轻轻捏碎。凌霄宝殿前，一直在闭目养神的东木公突然就睁开双眼，看着面前这数十名天将，大喝一声：“各部出兵！严按此前叮嘱诸事，若失令行禁止，天规处置。”“诺。”数十天将齐声应诺，转身化作道道流光，朝着南天门、中天门、东天门飞射。东木公回身对凌霄殿一拜，同样赶去了南天门。3大天门处，早已经等待多时的众天兵将分批开拔，朝3大洲交汇的荒僻之地浩浩荡荡地飞去。半个时辰后，最先3波大军出现在了妖生山千里之外，云上鼓声雷动，天威遍布天地，千里之内的生灵尽皆朝着远处退避。这几天来回折腾，绝大多数平和的精灵怪都已经逃去远方了。源源不断天兵赶来，3路天兵同步推进，众妖族颇感压力，在妖生山上结成了迎战的阵势。又半个时辰后，30万天兵齐聚妖生山周遭，他们拉开阵势，各自离着妖生山300里，开始了天兵天将出战的标准流程，撒豆成兵。但是今日，就算是每位天兵只专注于一支斗兵，那也是30万仙斗兵啊！这些仙斗兵迅速结阵，按各天兵的意志，朝妖生山直直杀去。一时之间，人影遮天蔽日。
独木宫出现在东路大军，这身着锦袍的老者此刻却是无比威严。各军擂鼓，准备阵法。霎时三路大军鼓声震天，天兵士气大振，今日他们终于要下场厮杀了。妖生山上原本热烈的氛围瞬间就变得沉闷凝重，也感受到了天庭一方极强的战意。先用30万道兵消耗他们妖族大军，而后天兵齐攻，这路数当真是让他们倍感压力。但是此时妖兵气势依然旺盛，各路妖王不断呼喝，来自上古的号角声呜呜作响。地下大阵中2/3大妖沿着几条路径悄悄赶去了地表。角落中，李长寿见状微微一笑：长庚，咱们要动手了。赵德柱那双眸子无比的明亮。李长寿缓缓点头，传声道：陛下莫急，且等外面战事起了，30万道兵够他们杀一阵。赵德柱缓缓点头，手握天道宝剑，静静等待。不多时，大地震颤，便是隔着数千丈，似乎都能听到上面的杀喊。李长寿对赵德柱打了一个手势，两个人悄悄地摸向那水潭。待二人凑到水潭附近，10多道提前摸入大阵中的黑影从各个方向朝着水潭疾飞。谁？一名顶着蜥蜴脑袋的大妖察觉到了什么，突然开口大喝。10多具指道人齐齐现身，化作男女老少各自不同的身形，甩出了上百只微型阵击，将李长寿如今微型阵法的储量直接就耗掉了大半。但是效果也是无比明显的，几乎只是转眼，上百道杀阵、困阵、毒阵将这山岳包围，对着其上一阵狂轰滥炸。这群大妖似乎被打懵了，随之立刻反应过来，咆哮着冲向各处阵盘。毫无征兆就被人摸到了如此要地，他们确实是慌了神儿。水潭之中镇守的3名妖族高手，竟然有一位直接冲了出来。李长寿和赵德柱对视一眼，在这高手冲出水潭的瞬间，闪身撞入了水潭之中，化作2团流光，直接冲向潭底。赵德柱水中的天道利剑劈砍，天道之力直接显化作一道白芒，将下方遮掩的阵法摧枯拉朽般毁掉。李长寿的袖中飞出了一具指道人，看起来就像是身形一分为2，分别扑向2只青铜巨蛤头顶的妖族大妖。赵德柱则是闪身冲向那把灭人剑。妖族完全没有想到竟然有高手能够无声无息进入他们辛苦设下的大阵，更没有想到已经有高手潜伏在水潭旁，此时骤然发难，目标直指灭人剑。这2位妖族高手如何会管那2道扑过来牵制他们的身形？这2妖各施本领，一妖化作黑蛟扑向赵德柱，一妖口中喷出一颗宝珠，同样砸向赵德柱。这电光火石之间，2妖刚施手段，下方灭人剑处一股水流化作一名中年道者，将灭人剑握在手中，直接拔起，整个山岳为之震颤。那2名妖族高手大惊失色，黑蛟迅速下扑，赵德柱硬扛那宝珠一击，浑身金光闪耀，却是直接朝着水潭侧旁疾驰。那中年道者长心中阴阳2气盘旋，灭人剑之上的禁制瞬间被破，黑蛟扑来，这中年道者只是微微一笑，身影一闪，在黑蛟撞向潭底的瞬间横向遁出，与赵德柱顺利汇合，撞入了一片光幕中。他们闯入了那条指引他们来此地的地脉。赵德柱手中宝剑前斩，天道之力涌动，层层血色壁障接连破碎。李长寿扶住赵德柱的左臂，全力施展土遁。后方大妖咆哮，群妖怒吼，那10几只牵制敌人的指道人已是被斩。对这些妖族高手而言，变故来得当真太快，他们根本来不及反应，此时追赶都显得十分的无力。李长寿和赵德柱这几日将夺剑的过程在心底演练了数10遍，此时发难，一气呵成，行云流水，就是保材费的比较多。李长寿袖中飞出了几只指道人，
阻敌时直接炸掉后方的地脉。为了不让这些追击他们的大妖有机会逃离大灵豹的范围，李长寿和赵德柱在地脉中遁出10里，就直接冲出了地脉，朝着斜上方疯狂遁行。距离地面3000丈、2000丈、500丈、300丈，李长寿握住赵德柱的手臂，身形豁然转身，左手对准地下大阵处，五指张开，用力闭合，起地煞灵豹阵。本体心神瞬间被讯息塞满，地下2套总共146只指导人，在额外36只指导人疯狂注入仙力的状态下，齐齐达到了金仙境的临界点。天道不允，天道之力震颤，自爆就此而生，灵豹之力互相串联叠加催化，忽然冲出大地，耳旁风声呼啸，喊杀声震天动地。能跟仙斗兵打得如此激烈，这些妖兵这几天让兽也是相当的震惊了。李长寿来不及多想，刚清空的心神再次被讯息流塞满，地面上还有3套灵豹阵。水神你敢！忽听有一声熟悉的大喝，就见侧旁有一道剑光飞射而来。赵德柱见状，立刻将李长寿的这一具化身甩到身后，一剑横扫，2道剑光对拼，结果略微有些尴尬。赵德柱自身连同李长寿这一具此时发愣的化身一同被那剑光给打飞了。只见一老道背着葫芦从天边飞射而来，身形几次闪烁，电光火石之间冲向李长寿和赵德柱。可是操控各处指导人的本体并不是陪在玉帝化身身旁的指导人。妖生山正南、西北、东北3个角落，3套地煞灵豹阵指导人顺利开启。妖生山上，大地已经出现道道裂缝，缝隙之中透出了无数白光。众妖无论修为如何，突然感觉到了一股莫名的恐惧，大多低头看去。就在这瞬息之间，背着葫芦的老道不顾一切攻向李长寿的那一具指导人。赵德柱举剑前挡，那老道双目之中满是恨意，背上的葫芦取都不取，直接大喝一声：请宝贝转身！赵德柱身形瞬间被锁，老道背上的葫芦口喷出了一缕白烟，那白烟上方凝出了2只凶眼，射出一道红芒，直取赵德柱脖颈。赵德柱双目瞪圆，但是这一具化身并非是功德金身，且凝成的时候比较匆忙，此时竟然无法反抗。但是唰的一声，乾坤震颤，一道身影凭空出现，径直挡在了赵德柱身前。他头顶的一座小塔滴溜溜的旋转，洒下道道玄黄气息，将自身完全包裹其中。这是一名中年道者，正是李长寿常用的人教小法师形象。瞬息之间，红芒撞上玄黄气，李长寿的身形震颤，但是路压老道的葫芦直接哑火了。走！李长寿抬手后推，赵德柱身形遁入风中，被李长寿直接送向远处。而赵德柱被推开前，能做的就是松开了手中那一把天道之力异常浓郁的宝剑，让李长寿握住。此刻妖生山地下的灵豹已经完全爆发，大地在震颤中不断的开裂，山体向下坍塌，狂暴的力量向上暴涌。而地表上也出现了3颗光球，乾坤不断震颤。此刻岁月流速按瞬息来计，来不及喝骂，来不及说什么，李长寿和陆压的身影一闪，直接消失不见。陆压已知阻止不了李长寿，此刻选择向外逃窜。李长寿顶着玄黄塔，直接肉身阻拦，金乌扇飞，声有急速。李长寿所靠的便是遁法和遁术。碰撞声、闪烁声、乾坤震荡的闷雷声，在战场的这处边角大作。地面3颗太阳在加速暴涌，地下的灵豹将山体直接掀飞，远处的众天兵整齐划一的后退，结成阵法抵御余波冲击。远处观战的众仙无论是修为如何，此时皆是心神惊惧。
当这武灵豹大阵即将席卷妖生山一切的时候，那2道极快闪烁的身形突然一停。请宝贝转身。路亚已是飞不出灵豹之地，但是他背后的葫芦射出了一道红芒，直接打在玄黄塔上，竟将玄黄塔从李长寿的头顶打飞。路亚面色大喜，袖中飞出仙绳，将李长寿的腰身捆住，直接拉向自身。这一瞬，周遭天地一片白茫。哼，这般神通杀不死我！路亚老道面容狰狞的怒吼：水神，你今日要覆灭在此地！然而李长寿的表情太过平静。狂暴的灵力袭来，将2个人的身影吞噬。李长寿没了玄黄塔守护的身体，竟然如同纸片人一般被灵力直接撕碎。路亚被灵力吞没时面容有些呆滞，仿佛看到了水神嘴角的少许嘲弄，那仿佛在说：谁给你的自信，觉得这是贫道的本体？天地尽白。